板说：“你少跟我说这种话，这种话我听多了。打我的 NPC 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在外面等着反思吧。”我就在外面等。在反思过程当中，除了思念我那4朵花瓣，我也在反思我自己的错误。怎么可能那么因为自己的害怕就开始打这个东西？但是我突然又反思到，这个规定真的很酷，但它怎么可以仅存在这个游戏当中？你们听一下，只要有一方施暴，立马就取消资格、解除关系、结束游戏，这个规定就值得推广。它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对吧？被打了就应该立。半决赛了，看得出来还是比较轻松啊。本人也是一边玩耍一边创作。前段时间，休息的时候就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玩玩密室，知道吧？啊，刚开始还好，喜欢玩的是一些解谜类的、机关类的，很解压。后来就大家开始进阶，开始慢慢的玩恐怖的，逐渐变态。我确实理解不了为什么大家愿意在忙碌1个星期之后，花200-300块钱进去张一群鬼来追你啊！乐趣在哪里啊？啊！在这里吧，找到了。我是不知道你们啊，反正我如果工作完1周，我自己就已经像个鬼了。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真的很害怕恐怖密室，我不玩。他说你一个体育生，你跑这么快，你怕什么呢？我说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害怕才跑得快呢？我说恐怖的我不去。他说不恐怖，你看嘛，显示了页面给我显示非恐，到了才知道非常恐怖。有时候2-3个人去，到了还要等陌生玩家拼场，更不想玩。直到我看到4个1.88米的大帅哥走进来，我正在那上下打量的时候，老板说人齐了，这4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跟你们一起拼场的玩家。我当时心里面说 action， 嘴上在喊怎么玩啊？第一次玩就很害怕。太害怕我就不去了，但明显感觉那几个弟弟就是为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玩这个密室再回学校的，说姐姐你们不用怕，一会儿进去你确实害怕，我们就把你围起来保护你。我当时在那个地方跟老板快点。很快老板就讲了一下规则，让我们每个人签个协议，玩过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会签一个协议之后就很快进场了。进去之后，鬼只要一出来，他们就立刻围成一个圈，把我围在中间，然后就开始跑。我那个头啊，就像那个台球桌上白球一样，在8块方形的胸肌里面弹来弹去，弹得我神清气爽。但是后面每一次鬼点一出来，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这一切结束得太快。活了20-30年，自认为是一个强悍的女人，没有人能真正保护我，但在那一刻，有被保护到。他们4个像花瓣一样把我紧紧包围在中间，我在中间旋转跳跃，但不闭眼，转得我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看哪一朵花瓣。原来这个就是花心的感觉。当我沉浸在花心的世界里的时候 ，NPC 突然开始过来分配所谓的单线任务，要把我们所有人分开。凭什么？谁给你的权利？我的钱花在哪里？你不知道？他把2两分成第几关，回到哪里干什么？到我这个地方，你1个人回到第1关。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知不知道花瓣离开花朵是会死掉的？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还没等我唱完，他就开始暗箱操作，告诉我，一会儿灯光熄灭之后，你将独自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对面那扇门，记住进去找到鬼新娘留下的梳子和钥匙。我当时就观察到，这条走廊的中间还有几扇门。我就知道，在我通过这条走廊的时候，没那么简单，有一些鬼东西一定会出来。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学体育的，我跑得快，我歘的一下过去，趁他们还没出来，就把门给他们关上了。最后一扇门关慢了一点，不小心打到一个刚刚准备出来吓我的 NPC， 当时就听到一声鬼叫，哎！
已经来不及了，推门进去，摸黑在地上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钥匙和梳子，发现右边有个衣柜，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给自己壮胆。打开衣柜的一瞬间，嗨！发现里面有一个节奏被我打乱的 NPC， 因为我的鬼吼盖过了他的鬼叫，他吓了一大跳，然后看着我，从后面把钥匙掏出来扔给我，砰的一声把衣柜门关回去了。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在寂静的密室里面，衣柜会说话。突然，衣柜里面传来一声“瓜皮”，给我气到不行！我转过去把皮带一抽，就把那个衣柜给他捆起来了。我怕他从衣柜里面出来打我。继续找梳子，看到房间的左前方有一张婚床。当时灯光爆闪，提醒了我一下，我隐约看到一个 NPC 已经穿好了一身绣和躺在床上了，我大概就能猜到梳子在他周围。我只能过去，但我只能给自己壮胆。我说：“你刚刚都看到了，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把梳子给我，过来你就下班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他一定会在我认真寻找的时候给我来一个贴脸杀。但我不会给他这个气口。我当时深呼吸，我说：“我来了，喊我来了，朋友们，全程唱着山歌过去，加上我又是个体育生，我的肺活量非常大。我说：哎嘿嘿嘿！他没有任何气口来吓我，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人会用这种方式闯关。梳子被他死死的拽住，我跟他的十指相扣，我说：“那跟我好，那跟我好，不然我就吓死你嘿！”他吓得不行，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所有的恐惧都是来源于未知，但当你把你的未知变成别人的未知，害怕的就是他们了。拿到梳子后，他哀怨的叫了一声“呀”，然后跳下床，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跑出去了。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一个光脚的怕我一个穿鞋的干什么？拿到梳子之后，他们告诉我，我还要去到鬼新娘的梳妆台面前坐好，等鬼新娘出来梳3下刘海，唤醒她的记忆，还原事情真相，我们才能活着出去。我一坐下，那个鬼新娘就像贞子一样从镜框里爬出来吓我，吓得我当时叶问，贞子遇到甄子丹。然后出来那一下，我就记得那个任务嘛，梳头梳3下，然后就开始1下，然后就开始给他梳头1下2下。你们知道 NPC 里面他们那个假发很劣质的，我梳到第2下的时候，梳子卡住了，下不下去，拔不出来，就差最后1下，鬼就开始跑，我就开始追，只剩最后1下了，对吧？我追出去了之后，突然广播开始说：“玩家请停止追逐。”我一停下来，鬼新娘把梳子从自己的刘海上扯下来，扔到我的手里说：“梳自己的刘海3下。”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游戏并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当时也被直接被一个 NPC 一个工作人员请出了密室。我说干什么？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有个被我用门板打到的鬼？他已经去老板那里告了，说我把他打了。老板说你记不记得你把他打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老板说别跟我说这么多。你记不记得你进去之前签了一个协议，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殴打 NPC， 否则立刻取消玩家资格。终止游戏。我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他道歉嘛，我当时很诚恳的给他道歉，然后我跟老板保证，我说我进去我再也不打他了。老板说你少跟我说这种话，这种话我听多了，打我的 NPC 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在外面等着反思吧。我就在外面等，在反思过程当中，除了思念我那4朵花瓣，我也在反思我自己的错误，怎么可能那么因为自己的害怕就开始打这个东西？但是我突然又反思到，这个规定真的很酷。但它怎么可以仅存在这个游戏当中？你们听一下，只要有一方施暴，立马就取消资格、解除关系、结束游戏，这个规定就值得推广。它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对吧？被打了就应该立刻解除关系，不要再让他们等1个月，1天都不要等。如果非要等，我愿意以身入局。你们把我请过去，我就站在施暴者的床边，每天晚上给他唱离开他，离开他，不然我就嫁给你。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
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的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嘿，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唰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
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她该想的事儿？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简单和起来。哎呀，节目都看了吗？好不好看？好。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那节目播出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我都有看，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有。有一些很多啊，有很爱我的，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我非常开心。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有骂我的。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读私信。哎，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我就在那读，我说：“嘻哈，你没有教养，你说话声音太大。”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我爸从书房冲出来：“谁说你声音大？”吓一跳，爸说：“你没有话筒，我都听不见。”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真的。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就怎么说？我有多不像空姐，他就有多不像老师。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小时候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剪我的头发，我就还手嘛，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结果就请家长了。对方家长一来，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你怎么教育的？”我爸说：“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对方家长直接说：“剪你女儿头发，她又不痛。”我爸在说：“谁说不痛？她头发都死了，你看不见吗？”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抓着我剩下的饭，你看，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对方家长都惊呆了，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听说你还是老师，你怎么教育的他？”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走出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对那个家长说：“哈哈。5点半了，老子下班了。”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哎，真的很酷，对吧？当时对方家长说：“你燃什么？”我爸说：“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反正他也不会痛。”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我实在没有办法，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爸爸回家一开门，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热泪盈眶。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的笑了。
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他艰难的爬起来，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 你知道吗？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对我张开双臂说：“过来，不要怕。”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1秒钟之后，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对我爸说：“快点，抓住了，来！”但真的，尽管我那么调皮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他们也很支持，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没有跟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我都吓到了。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刚飞，我太小了，我就回到工作间。起飞之后，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我送到他手里，转身还没有走2步，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他喝了一口，他说：“啊，好甜呐！”天哪，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备茶。啊！我爸一拿着就啊，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3重焙火，口口生香。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哎呀，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真的。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但我这个性格，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也不听我解释，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我就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他考试，我就故意交白卷，我想气死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我不敢，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上说：“滚过来！”我当时就跪下了，我一边跪一边滚，就前滚翻。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我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气老师，再也不跪交白卷，再也不骗人了。”我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我爸低头看着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你委屈，我都理解你。”我当时抬头盯着他，那么理解我，为什么让我滚呢？我不理解。我爸说：“呵呵，不理解是吧？我叫什么？”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我说：“你叫什么？”他说：“站起来，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我说：“李学军，木子李，学习的学，军人的军。”我爸说：“来，过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我一过去，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李学车。我爸说：“我学车，我学什么车？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学敞篷车。”啊！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滚进去，把我的名字抄100遍。我当时就很不服嘛，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后来那天加起来，我一共抄了400遍。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就跟我爸爸聊天嘛，就开始聊，就说叔叔，其实你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哪里好了？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我朋友听完，当时在旁边就说：“嗓门确实挺大的。”其实这次来之前，我压力也蛮大嘛，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加上又是半决赛。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你好好讲，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有我和妈妈，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我说：“爸爸，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我
爸当时说：“当然啦，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大家，我是嘻哈。这次回来非常的开心，因为看到很多朋友这次来了。去年1年，很多朋友发消息说很想跟我交朋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的闺蜜。好，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小陈是最好的闺蜜。但我们两个性格是两个极端。她是典型的 INFP 小小蝴蝶，我是 AFPF 爱发披风。就怎么跟大家说，我遇到事情会搏斗，小陈遇到事情会拨打我的电话。小陈这个名字你们一听就知道他注定是会上1818黄金眼的人。10年前，有一天我刚下班就接到小陈给我打来的电话，我刚刚接起来，感觉小陈直接驾驶着一辆蒸汽火车朝我撞过来。我当时我说喂，他在那边哭得朝气蓬勃，这一切我太熟悉了。我说地址，1分钟之后给我发了一个理发店的位置，很快我就到了，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他，干脆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里？你来找我，我在一个奶奶的旁边。话音刚落，奶奶抬头，老子就是这个奶奶。我一看，头发给他烫的呀，直接烫成咸鱼加黑灯。屋顶塌两边高，远看就是个大写的麦当劳。我说你怎么回事？小陈说，今天逛街嘛，遇到2个帅哥。他们说今天他们快闪店开业，然后说我很漂亮，免费请我当发型模特。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都不相信帅哥的嘴，我只是相信我能当模特，你知道吧？我太知道他了，他就是相信帅哥的嘴。就这么说吧，你要在那门口给他换成2个南瓜，他能打死1个南瓜，再把另外1个南瓜的马车骑着就走了。根本不可能上当受骗，但是因为帅哥太帅了，跟着就去了。一到店里，一个请他躺下洗头，特别温柔；一个说他发质不好，看着显老。2个帅哥，一个洗头，一个洗脑。小陈瞬间双喜临门，特别的好。趁小陈脑子进水的时候，店员说：“哎，今天正好有活动，充值免费送烫染。”小陈就在这样双喜临门的幸福当中，忽悠着直接用网贷充值了3万。是的，没有听错，3万，还没有分期。我只是庆幸他的额度只有3万，他就是这样的人，我都习惯了，真的，朋友们。大学的时候，他就借过我的钱，给穿越过来的秦始皇打过钱。店员说今天充值双倍积分，还送免费烫染。烫成这样还好意思说免费？烫成这样应该赔他精神损失费吧？3万，从头发的纹理都能看出价格，刘海全是3，后面全是0。关键小陈说没有烫好之后，店员开始容貌攻击小陈了。进店之前还说你是美女，来进来当模特，现在说烫不好是因为小陈的颅顶凹陷。朋友们听一下这个词，颅顶凹陷，就感觉小陈的脑袋长成了一个波，那种一敲会咚汪汪汪汪那种波。我和小陈对视的时候，他哭得更厉害了，因为我当时真的忍不住要笑。因为它真的很像那个钵里面装满了烫卷的泡面，我都不知道他明天上班该怎么办，因为小陈是个空姐。他这样子怎么上班？他明天这个样子顶着这个头，他连飞机舱门都进不去。啊，旅客跟他说空姐饿了，他直接把头上的帽子掀开说给，这是我烫好的泡面。
哎呀，哭得很惨。我到了之后，总监就过来看着我说：“你的诉求是什么？盛气凌人。”我说：“是这样，帅哥，他明天还要飞航班，他进来前什么样子，你就给我恢复成什么样子。”总监说做不到，还说是你们不懂时尚。你要知道，我可是这家快闪店请来的明星造型师，就这个手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明星造型师？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说：“呸！”他说：“退，钱不可能退。”我在那里退，他在那里不退，我们俩就在那里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在那里说唱巅峰对决。吵得最厉害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客人，推门而入说：“这个是新开的什么店？”我当时指着招牌说：“快闪。”客人直接闪了。总监说我造成了客源流失，要我赔偿。哟，开始对我进行 PUA 了。但是我 APU 赚得快。我说，根据《消费者权益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售方式提供服务的，应按要求提供；未按要求提供的，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再次提供或退款。他为什么叫我来？为什么是我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如果等我亮明身份，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退款可以解决的。Do you understand？ 当时说完这段话之后，我眼神坚定，鼻孔扩张，4个瞳孔炯炯有神，和他6目相对。因为他当时在质疑我，但是他不知道，一个胸中有法律的人民群众是经得起质疑的。我的鼻孔像2个黑洞，吸干他的所有质疑。片刻之后，他妥协了，说：“退，妹妹，你能不能把你朋友喊进来，不要在门口打广告了？”我转过去，小陈，阿爸。办完退款，店长亲自送我们到门口。当时在门口看热闹的客人们问我：“妹妹，你是什么身份，这么有威慑力？”我当时掏出身份证，只是一个熟练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人民群众罢了。处理完这一切，退了钱，接着小陈我们就去开车。小陈在路上气得冒烟，感觉头上的泡面都快泡好了。上车我让他把安全带系好，免得泡面洒了，端好。小陈就在那里端着。回家路上，我副驾驶那碗泡面边哭边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把那个权益法背得这么快？”我说：“因为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2次帮你背了。”哎，16年来，小陈一直这样，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依赖我。他一直说我就是他的底气。确实，3年前我离婚的时候，他哭得比我还大声。我说：“你哭什么？他们早该离了。”我说：“不哭，从头开始呗。”但那个时候要处理完离婚的事情，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钱，搬出来租房子的时候，直接当时就给我转了2万8。他当时，我说：“你这个不是贷款吧？”他说：“不是。”我说：“那谢谢你。”我说：“我过段时间还给你。”他说：“不用，你先拿着，不用还。这个本来就是你的。还记得那年你在理发店帮我要回来的钱吗？”我当时说：“不是3万吗？”他说：“我留了2000，准备烫个头，漂漂亮亮的陪你从头开始。”有这样的闺蜜真的很幸福，朋友们，真的。去年我来参加节目总决赛播完，她看完之后给我发了条信息，她说：“不管怎么样，你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冠军。”我当时特别感动，截图下来准备发一条社交媒体纪念，激励一下自己。一打开 app 首页已经推送给我好友小陈最近点赞过的一条内容：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年度总冠军翟佳宁实至名归，你就是最好的大翟。闺蜜的爱就是这样，无私但不梭哈。今天分享这个事情是想跟大家讲，大家都说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而我和小陈坐的是蒸汽火车，他负责鸣笛，我负责向前冲。但是我们从出发那天开始到达的未来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永远记得出发那天他在上铺问我一会儿我们去哪里，我说去我们的30岁、40岁，去我们的友谊万岁。谢谢小陈，谢谢。去年比完赛，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知道我离了婚吧？
我被人追啦，追了1年呢，追着骂，骂成了我的微博金粉。前不久还在给我发消息，李希哈，你这个被资本硬捧的婆娘，你把冠军还给何广智。首先，何广智已经是冠军了。其次，我跟何广智是2个单位。朋友，你充个会员吧，对吧？你真的想让把冠军还回来，你看完，对吧？你看完你就知道这个消息，你发给翟佳宁啊。但凡充了1边的会员，你都不至于来充我嘛。去年1年被营销号真的裹挟疯了，那阴谋论完全把我弄得不行了，说节目剧本也写好了，疯了，说大宅被骂是因为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还有人在下面评论，打死武则天。我当时开始没反应过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当时很气，我说你们凭什么打死房主任？有什么冲我来？他给我私信骂的就是你那个。弹舌部分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东西，我消化了一下啊，我就想着这个人是不是大宅的粉丝，我想点进去解释一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点进去，崩溃了，分裂了。置顶的2条帖子，第1条骂我，第2条骂翟佳宁。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这么无聊的事情一定不是水军干的，骂完冠军骂亚军，像季军干的。是吧？但是别说啊，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这要是拍成短剧，肯定好看，我绝对充值。这些营销号都太会写剧本了，感觉节目是他们办的一样。好，都说有剧本，我摊牌了。今年我也写好了剧本，已经有了。等一下比完赛，一个直升机直接从天而降，直接接到我把我甩到浪姐舞台上，我就1天1。但是我太火了，我太忙了，还没等我1天完的时候，又一个直升机把我接到甩到世界杯的舞台。我当时在那个球场上，我8脚怒射，捧起大力神杯，告诉世界中国有嘻哈。还有些营销号还没完啊，阴谋论真的疯了，说我抢完了翟佳宁的商务，一派胡言。我的商务内衣卫生巾。众所周知，翟佳宁她不来月经，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她每天都像在来的样子。她要是真的来月经，她肯定是代言卫生巾，广告语我都给她想好了，对吧？我的霸气永不侧漏。那段时间，身边朋友们、演员朋友们、俱乐部老板们都很担心我嘛，被骂成这样，你们俩关系会不会受影响？是不是非常不好？完全没有，我俩被骂的最厉害那段时间，我们2个抖音天天续火花。翟佳宁给我发，你被骂了，我也被骂了。节目结束后呢，他好在虽然被骂了，但工作还是比较多，和他呢也一起参加过好多次活动。有一次我在化妆，就收到他的微信。嘻哈快了，哎吧，受不了了，我就知道现场出事了，他受不了了，我立马冲到现场，没办法了，就驾来迟，根本钻不进人群，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围着他，拿着专业的设备对准他，然后他的周围全部都是很专业的打光灯，然后他的脸上就很惊慌。上一次见这样场景的时候，还是我的小猫绝育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下就明白，原来长大就意味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节目录制完被骂那段时间啊，有工作还好，还能转移一下注意力，一旦闲下来就不行了，特别痛苦，就特别想做一点别的事情去断掉这些信号，所以我去年就去考了飞行执照。
因为起飞就彻底没有信号。第一天上飞机，我的带教师傅带着我飞到了最高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飞到最高点，我往下一看，看到广阔无垠的大地，看到广阔天空的时候，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我觉得自己太憋屈了。飞到最高的时候，我跟师傅说：“师傅，我要发泄一下。”我师傅看着我：“你要搞什么飞机？”我也没管了，我当时憋不住，我觉得很憋屈嘛，我就开始尖叫，我就尖叫，然后各种咆哮，各种发泄。尖叫完了之后，师傅在旁边不知所措，看着我说：“开了这么多年的飞机，也是第一次开到尖叫机。”然后我就很痛苦，当时发泄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师傅看着我说：“你别想这么多，你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就行。”我说：“师傅，我想把飞机倒过来飞。”这样我的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他说：“倒嘛可以啊，你眼泪不会掉下来，我们就掉下去了。你要想一下，你为什么来学飞行嘛？”我说：“我要在自己的航路上越飞越高，我要把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上。”师傅说：“高度太高了。”我说：“我还没有开始上价值。”他说：“老子说飞机高度太高了，往下压。”还好，我跟师傅那天飞得非常的平稳，最后还是平稳下了飞机，就是落地了。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刚刚我在飞机上发泄、尖叫、讲脏话那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了，我不想大家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师傅说：“啊，刚刚那个频道的管制员全部都听到了。”啊，我就觉得完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塔台。回塔台的时候，我就不敢抬头，那塔台的同事们好热情啊，赶紧过来，嘻哈，你飞得好棒，我们所有人全部听到你在飞机上用那个在天上用意大利语跟我们打招呼，在那里敲敲敲敲敲。但是不得不说，那天飞完过后，我释然了很多，因为飞到天空的最高点，往下一看，你就会发现，飞得越高，地上的小人就会越多。真的，那个时候还有人骂我，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不上天？上天了，亲自驾驶飞机上天了，看透了。都说每年夏天大家都在期待新王登基，我也一样。我从当空姐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在登机。我登完机还要欢迎登机，所以谁登机了我都开心。而且航班多的是，这一趟登不上还有下一趟，没有航班了，现在我还可以自己飞。以前大家认识我的身份是空姐，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开飞机的嘻哈。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妍锦。最近录节目一直在住酒店嘛，觉得女生住酒店很麻烦，又担心很多隐私问题，我就很怕被偷拍。我也刷到过那种视频，教你怎么查酒店摄像头，是吧？教你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可疑的路由器，查镜子是单面镜还是双面镜，啊，电视也得查，还得看插座里有没有红点儿。我每次跟着查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躺那个床上心想不管了，你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吧。但是你哪怕跟着全都查了，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科技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为了知己知彼，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搜如何在酒店安装摄像头。我现在一边查怎么防偷拍，一边查怎么偷拍，我都好奇那个大数据得怎么标记我，一个注重隐私的变态。然后现在演出有的时候主办方其实出差订酒店还蛮贴心的，会订那种比较大的房间。人家订大的房间是为了让我缓解疲劳，我住的房间越大我越疲劳。豪华大床房插座实在是太多了，我都想要那种小床房。有没有那种小房间？越小越好，光小还不行，最好也没电视、没镜子、没插座、没网、没电、没信号。监狱。但那也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那些装摄像头的人该住的地方吗？所有办法我都试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我现在住酒店，默认房间里就有摄像头。我现在住酒店，不敢卸妆。真的，我也不是宣传什么容貌焦虑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在乎隐私的人，但如果我的隐私注定被泄露，那我希望泄露的都是完美的那部分。
时在房间里换衣服换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房间哪里有摄像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说挡一下什么部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得把小肚子吸进去。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出镜的视频就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很怕这种视频会流传到那种带颜色的软件上，你们懂吧？小某书。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在完全不知道镜头在哪儿的时候保持一种镜头感。我住酒店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最近早上起床会开始很优雅的健身、做瑜伽、吃蔬菜沙拉。可以这么说，住酒店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自律博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上。我还有男生朋友会说黄燕金你太夸张了，那我们男生其实也会被拍，但也就没有你这么紧张。我说废话，你当然不紧张了，你在那个平台上会被快剪。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在镜头前为自己打造一种成功女性的人设。我现在住酒店会对着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我认为应该有摄像头的位置下面背英语对话。就这么说吧，我确实是来上海旅游的，但是现在给我打扫客房那个阿姨啊，她以为我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今天早上起来背英语的时候，亲耳听到她和另一个阿姨说：“你说他们老外说话为啥要对着烟雾报警器？”但我前一阵和我妈妈住酒店，我妈问我说：“你说这房间里会不会有摄像头？”我说：“应该有。”我妈说：“行，这回不怕丢东西了。”她说完我都有点悟了。我觉得人痛苦就是因为太贪心了，是吧？你住个酒店，一个消费者又想要安全，还想要隐私，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有一个不错了。我现在有时候背完英语都对着那个摄像头说：“别光看我，看着点东西。”我是住酒店时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我现在住酒店的时候，这种焦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不化妆不敢出家门，现在住酒店，不化妆我不敢回酒店。我朋友前两天看见我就问我，他说：“黄燕金，你天天打扮这么漂亮回酒店，你说实话。”你房间里到底还住谁了？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我现在又担心，如果有一天微博私信收到那种99加里面说你火了你火了，我的心想可千万得是在爱奇艺呀。讲到这儿吧，兄弟。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3重备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
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时候的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啊，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一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0把8把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了。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
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成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的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了，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就大家好，我是朱大强。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其实也不是，我还挺喜欢男的，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就是老头。我太爱了，真的，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他们，大家回头，别看老头。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我爷爷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高能量老头。我就感觉他通下那个树的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太厉害了！我就感觉吧，在他眼里面，管他什么杨树、柳树、奇树、偶树，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老当益壮。哎，真的老壮汉，佩服他。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主要是老头无拘，公园无数。我觉得吧，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发挥一下余热，让他去撞椰子树，对吧？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撞完以后呢，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叫做椰树牌椰汁。广告语我也想好了：爷撞树，爷爷的爷爷，爷爷头上的包，从小撞到大。对，广告就很健康。哎，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越撞越长寿的。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对吧？头上有个包，手里有个桃，桃怎么来的？他撞出来的，对吧？那就只管去撞就好了，寿命和桃都包有的，包有的。我就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热天嘛，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挂在自己的胸口，卷得很复杂，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老没前锋。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真的不理解。我说爷，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我爷说不能脱，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谁会偷啊？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还得偷偷藏起来，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就算真的被偷，那又会怎么样呢？我偷过，我爷爷都没发现。哎，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还是织女。你们想对吧？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回不去了。哎，我爷爷啊，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我不理解。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就那种穿衣有肉脱衣有肉的。好羡慕这个身材，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很有松弛感，也很敢松弛。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意识，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每次见一个拍一个，见一个拍一个。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爷，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他还有一点镜头感。因为我拍他的时候，他朝着我努了努嘴，他在那里。
好想的肚皮，好自寒的精神状态呀！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叫做《男人不装》。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叫做《白花花公子》。有点太自由了，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对吧？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他完全不内耗。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因为他耳朵背，但是嗓门大。耳朵越背，嗓门越大，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别人一骂他，他在那里啊，哎呦，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我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结果看见我爷爷，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我远远一看，我说哎呦，海豹，好松弛呀。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我什么样不行呢？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我们小区也没有海，有海，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一小块地中海。就跟我爷爷那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哇，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打一个动物 ，QQ 企鹅。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每天在那，我就知道啊 ，QQ 爷爷上线喽，很可爱。哎，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对吧？每天撞树撞脑袋包，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真的，我的神仙爷爷啊，老仙男。活得有点太潇洒了，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我自由不受规训，也充满主体性，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我越撞越死撞。如果有质疑声，我也在那里啊。谢谢大家，我是戴强。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西七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哎，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斌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啊！
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他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2个人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
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一次面，在西塘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轩宇。先磕了一下，好尴尬呀！哎呀，然后就第2年录节目了，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问我说：“翔宇，你怎么理解尼采？”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我后悔，知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男大。我说别吧，我都27了，我只是延毕了。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男大？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哎，耄耋男大。啊，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老师说：“同学们，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不是马老师啊，是我，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我跟你说。当时我一进去，然后那人在那喝水，我说老师，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他说哦，我在日本买的，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步，谁问你了？谁问你了？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我聊的不是杯子吗？没聊你呀，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他就又来了。能理解你们年轻人，爹肯定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呀，你听哥一句劝，你懂我意思吗？太诡异了，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这我都懂，孔子、孟子。上野千鹤子，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就是让我给建议，我给应届生建议，给年轻人建议，甚至给职场人建议。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天天到处给人建议，我成专家了。妈咋的，本生专呀？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就你让我搞笑我 OK，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
哎，我是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当作家，我送过你。哎，以前出书很难的。你想想司马迁，你现在把《史记》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说啊，这样就可以吗？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哎呀，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我看了很多，我发现无论是谁啊，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多阅读，多生活。我又不傻，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那书你都打不开。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就这么努力，在古代得是个举人。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2号线犯禁。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说翔宇，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我看的是《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细腻的情感，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你说你累一天，晚上回家瘫在床上，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费脑子，砸脑袋贼疼。我看什么《平凡的世界》，我白天过了。你说你要是被领导、客户大骂一顿以后，你是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花60页。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还是看斗破苍穹，谁惹我全杀了。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爽文，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这你要真过成爽文，谁还看爽文？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啊，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马云说我破产了。哎呦，这种苦难文学，在这消费痛苦，不看，太压抑了，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我想拍个短剧，一觉醒来，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谢谢你们，我是翔宇。